来了来了，验起来！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台湾知名连锁 T 牌的炸鸡，全世界知名连锁 M 牌的炸鸡，台湾路边摊的4.6颗星的炸鸡。我们今天来到戏子沼正态检验，我们来验一下8大营养素，看一下大家关心的反式脂肪。你们要验的是8大营养成分。对，那反式脂肪有吗？反式脂肪有，对，就是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都在里面。送验了知名的连锁炸鸡跟路边的炸鸡，哪一个会有反式脂肪？报告结果出来再跟大家说。Hello， 我是盖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呢，每年大约会有50万人因为反式脂肪的摄入，死于心血管疾病，而且还会增加罹患脂肪肝、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聊一下恐怖的议题——反式脂肪。而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林世阳营养师，大家好，我是庄营养师，来跟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反式脂肪，没错，到底有没有像网络上传的那么可怕？因为其实网络上很多，你一查就会发现，他们会说反式脂肪代谢力很差，被人体吸收之后，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人体代谢出去。那想问一下营养师，就是反式脂肪真的比一般脂肪还要难代谢掉？研究的话呢，我比较倾向是它会刺激细胞反应，刺激什么反应之后，它会留存在体内呢？其实是会啦，可是我觉得它所留存的危害其实是刺激细胞反应所造成的，而不是留存或代谢不掉这件事情。发炎反应，然后让你导致更多其他的问题。对啊，心血管、糖尿病、认知功能障碍，其实都会有关系。那先问一个问题好了，建议成人一天不要摄取超过多少的反式脂肪 ？OK， 如果是世卫组织的建议，一天摄取的反式脂肪量不要超过总热量的1%。然后60公斤的人吃1800大卡，算下来大概是2克左右，代表说你在2克以下，或者所谓的1%以下，就是属于低风险，就是安全的状况啊。你要吃到反式脂肪2克，我觉得很难，真的，我觉得比起蛮难的。世界卫生组织说，你成人的糖分一天的摄入量，比较起来，糖分很容易就超标，而且反式脂肪是不是还有分？对，还有分，比较白话一点叫做所谓天然的跟人工的。但是以食品科学来说，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共恶性或者非共恶性。天然它是共恶性居多，这个对人体就没有害。但是如果是像人工加工的部分氢化植物油，也就是人造奶油，那里面的这种反式脂肪酸呢，就是非共恶性质，而这东西就确切是对人体有害。那食药署针对这件事情是定义好，因为它总不能让消费者就是乱定义或乱讲，所以它真的定义好就是非共恶性的反式脂肪酸，就是反式脂肪酸这4个字。所以不管你是食品标示啦、营养标示啦，哪边看到反式脂肪酸，就已经被定义成是对人体有害那个形式。要不然其实像是有一种保健食品叫红花油，红花油的有效成分它也是反式脂肪，可是因为它的反式脂肪是共恶性反式脂肪，所以这是对人体反而是有益的。刚有提到说，目前看很多标示嘛，好像我们吃不到2克，那是因为2018年的法规。2018年之前呢，其实是很容易吃得到的。以前超多，以前超多，很容易被当成伴手礼的那种小熊饼干。反式脂肪也是超级无敌高，对啊，很好吃，对，真的特别好吃。但是因为就后来发现太多危害啦，所以2018年禁令出来，你不得去使用含有反式脂肪的部分氢化植物油，因为它是加工过程中会产生。那禁令之后，当然大家就不敢用嘛，而且真的也不太需要用了啦，因为有太多替代的方式可以去做到同样的口感。所以现在啦，真的不好找到这么高量的反式脂肪酸的东西。但是会不会有？会，因为它有加工过程中的产生，比如说可能油炸就有可能会微量，或者是说刚刚讲到那个乳牛，它在肚子里面的话，它其实那个细菌发酵，它也会产生一点点，对，这么微量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应该没有网络上疯传的那么严重吧？对，因为过去网络上讲了2克嘛，那你随便吃都超过2克啊，可是现在那么微量，你要累积到2克，哦，其实真的还蛮难的，真的很难。好，这边想问一下营养师，就是一般大众最常会去的超市，有没有建议大家可以注意哪些东西，该不会买到反式脂肪？有些人会觉得，我就是想要追求零这件事情，健康的极致，对，反式脂肪不碰。通常啦，可能是那种冷冻炸物，因为它经过油炸，所以它确实有机会会有，或者是使用到奶油制品的，也有可能会有。可是因为它含量都很低，所以我就是看消费者他自己如果很在意，那就自己要去避免这件事情。但是还是回来是说，在科学上，每100公克或100 CC， 只要低于0.3克，它就可以标示为零。代表它其实量很少，对人体的危害都很低很低。零跟微量之间的差别，什么样的食品会有这个问题？可能像是加工油品。
沙拉油、葵花油，经过精炼的油就会比较会有这个状况。压榨油，比如说橄榄油、芝麻油这种会比较少。现在加工技术都很先进，几乎可以到极致的零了啦，应该这样讲。对，那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炸物，因为它高温油炸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产生，但是要看它的油炸，因为它大部分都是用棕榈油，棕榈油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油品。我们还真的有去验了炸物，这大手笔，对，我们这大手笔，我们真的送检验麦当劳顶呱呱跟路边摊的炸鸡哦。我蛮好奇的，这个3个出来，它的反式脂肪都是0，但也不能说是0，因为它每100克只要0.05以下，它就算0。对，它就是侦测极限的，每份都拿300克去验，然后验不出来，那就真的是极度微量。要真的吃到这么多的量累积起来，那可能也不是反式脂肪所造成的问题了，而且不要担心会是反复油炸。但因为我知道大品牌的油品是有管控的，但是如果是外面路边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看到那种咸酥鸡摊，它的油脂已经黑了，就像肥皂水，就是真的是冒泡泡，对，那种就真的有危险。尽量不要买这样摊子的咸酥鸡，因为它就是会吸附这些油脂，油脂会裂变的。对，不管是变稠、变黑、发烟、中冒泡泡，确实都是对人体更有害的一个状况啊。会不会炸起来特别香？会，真的会。越干净的油，它真的没有味道。当然，你现在健康取向就还是选干净的油啦。我去逛了超市，看一下哪些东西有反式脂肪，最高的就是奶油。你看。每100公克哦，是它的反式脂肪3.8，所以你一天吃完一整条奶油就超标，你就超标，你就超标。可是应该不会这样吃啦，你也不会这样吃啊。反式脂肪来自乳脂中天然形成，对，所以它这个也不是添加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牛有反刍的行为，那它的胃里面其实有细菌，细菌会去发酵，那发酵过程中脂肪酸就会形成非共轭跟共轭2个都有。那既然都会产生非共轭，就是所谓坏的反式脂肪，在被定义在上面的时候，验出来就要标出来。只是以我们正常的食用、正常的烹调，基本上对人体都不太会坏。以反式脂肪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不用太过于害怕反式脂肪这4个字。奶油这么高，那我们平常喝的全脂牛奶，它的反式脂肪也是标0的。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是因为这个奶油呢，它本身就是油脂，可是牛奶呢，大部分东西是水，它其实就是稀释掉的概念了。有没有反式脂肪呢？有，可是它的含量呢，微量，很极度微量，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了。因为你喝到的除了它营养价值以外，其实大部分也是水啦，不太会有被浓缩起来的一个风险。你这样沙茶酱能不能吃啊？问题会在它的热量跟它的油含量，它其他问题更大。对啊，当蘸酱吃，我觉得可是你每天都吃那个砂锅鱼头，那就不行了。哇，真香啊！其他像是大豆沙拉油、美乃滋，大概100毫升会有1公克的反式脂肪。这个加工过程是因为那个油就是沙拉油，有一个加工过程要脱臭，油是经过萃取出来的嘛，它一定有很多游离脂肪酸会味道不好，所以它需要用加热的方法把那些挥发性臭味拉掉。可是，一加热，那反式脂肪就跑出来，但是它就是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就也不用太担心。下次糖又可以讲一题，糖也是一个大家要关注的话题，这样子。我都觉得它反而比反式脂肪来的恐怖。对，确实糖是啦，下一个公害吧，我觉得那种感觉。好，这边也跟营养师再跟观众科普一下，像反式脂肪这个东西，其实它也会存在于肉类的脂肪当中吧？对，它只要是反刍动物，牛、羊。其实它在细菌发酵过程中都会微量产生，所以它的肉、它的油脂里面、它的奶里面都会有很微量的存在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牛奶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微量的，对，还是会有很微量的存在。对，而且这是天然来源。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有那种天然跟人工的迷思，我们还是要回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会有害啦。就像刚刚有提到沙茶酱或大豆沙拉油，那其实我们过去的反式脂肪酸最大危害是来自于烤酥油、人造奶油。哦，对，那禁令之后，其实这一种食品的含量都真的是低于我们一天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1%以下了。除非你每天在吃，大量的吃，那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食品问题，是人的问题的。都已经验了，我还真想验到东西，还验不出东西，对，这比很白花的感觉。对，所以我会建议啦，就还是均衡饮食，多喝白开水，多运动，增加你的代谢率，才可以比较健康。没错。如果你在出国游玩，然后没有在台湾的食品法保护之下，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下这些东西能不能吃啊，尽量少碰了，可以就have fun没关系，稍微注意一下啦。稍微注意一下，对，稍微注意一下，除非你是长期住在国外那种，那就真的要多多留意，多多留意，没错，对。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林市长营养师，可以谢谢，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反式脂肪。今天跟营养师聊也认识蛮多，对，谢谢，要刻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一下营养师的 Facebook。OK， 我老人，我没人 IG， 追踪一下好时刻。OK， 可以，没问题，感谢。好，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健人盖伊，林市长营养师，大家好，我们下次见，拜拜。